这一期视频聊一个特别常见而又比较特殊的布局——急进中兵。为什么说急进中兵比较的特殊呢？它可区别于以往所有的布局啊。双方在子力正式集结之前就已经短兵相接了，所以说是经典的输得快，赢得也快。一般都会伴随比较精彩的招法。咱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急进中兵，什么是牛头滚呢？听这个名字好像挺霸气的，其实啊，说白了就是当头炮对屏风马重要的便利之一。咱们举一个小例子啊，比如说红方当头炮开局，黑方跳马，红方跳马，黑方出车，红方出车，黑方拱卒活通自己的马路。当时红方进车过河，黑方补起自己的屏风马。咱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急进中兵，就是现在红方不走兵5进1，而选择拱弃自己的骑兵，那黑方肯定平炮对车啊，红方平车压马，黑方退炮，然后再续走兵5进1。很显然，现在黑方的中路稍微有一点受攻，所以黑方选择一步补士，红方继续往前一冲，黑方平炮打车，红方闪开，黑方此时再往前一撞。这个布局就是非常经典的急进中兵。可能会有人说啊，你刚才说的也太快了吧，什么就是急进中兵啊？其实您别着急啊，咱们刚才只是了解一下急进中兵的基本概念。想真正了解急进中兵，要从它的前身开始说起。牛头滚。既然说走兵7进1是急进中兵，那牛头滚是什么呢？直接冲起自己的兵5进1，意图很明显，准备中路强行突破。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其中一条最重要的目的是防止你黑方现在直接平炮对车。那为什么说黑方不能这么走呢？红方平车压马，黑方继续退炮，就给了红方一步兵5进1继续冲兵的权利。你现在平炮打车可就来不及了。比如说现在黑方平炮打车，那么红方继续冲兵1将军，脑门子可就开花了呀，赶紧选择一步补士，那么红方再把兵一闪，中路还是在将着军。很显然黑方马上就要丢子儿了。首先补象肯定不行啊，自己的马就白丢了。那上马也是不行啊，自己的马还是白丢。那说出老将行不行啊？依然是不行啊。红方直接照炮1将军，你老将进不去，没办法，只能补士。红方再继续冲士1将军，上来就把黑方的阵型冲的那是破烂不堪，所以这么走的话，黑方自然不乐意。以前呀，好多棋友在问我，说为什么红方兵5进1以后，它就叫做牛头滚呢？其实这个名字起的非常的形象啊，咱们来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件事情，顺便了解一下牛头滚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？比如说现在黑方选择了一步补士，那么红方上马，黑方补象，一捂脑袋准备挨揍了，那红方怎么办呢？平车先手压马，黑方此时退了一步马，给自己的7路马升了一个根，那红方可就来菜了，直接兵5进1准备中路强行突破。黑方此时往前一撞，那么红方继续上马，问题可就交给了黑方。以后红方上马先手踩马肯定受不了啊，那炮击中卒也是受不了啊，所以黑方赶紧进炮，强行守住自己的河口线。为什么叫做牛头滚呢？它可就来了呀。红方此时往前一撞，你不撞我，我可撞你啊！所以黑方没办法，只能往过一撞。红方继续上了一脚马，很显然这边可还踩着中卒呢。黑方硬着头皮把卒往前一冲，红方继续上马。卧槽，将军可当时就死啊！黑方没办法，进车强行保住自己的卧槽。那么红方的马再往回一踹，咱们此时看一眼这个马的运动轨迹，马往上一走，又一踹，然后又往回一跳，相当是一个牛头来回来去的滚动啊，搅得黑方阵型是破烂不堪，所以当前盘面红方优势无疑。通过刚才的小例子，咱们基本上已经了解了牛头滚的基本布局体系。那说牛头滚这么厉害，为什么好多人还不用牛头滚呢？其实啊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布局的发展，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发现拱2头蛇对付牛头滚好像挺厉害的，从此改变了整个的布局体系。说红方继续往前冲兵，攻
攻击你的中路行不行呢？黑方此时再选择一步补士，说我红方就跟你拼了，我继续把中兵往前一冲，可别忘了自己的兵拱了几步棋啊，1步棋、2步棋、3步棋，而让黑方白白给蹬掉了，3个先手可就消失了呀。红方继续实施自己的计划，上了一脚中马，准备中路强行突破。那么黑方也是很从容，继续上马。咱们此时就会发现，无论你这个马往哪边抽将，黑方都有一个平中炮反将的手段，而且自己的中炮被人家给盯住了，所以说红方没有丝毫的攻势，3个先手白白浪费掉了。说起两头蛇对牛头滚，不得不提起一场比赛啊，就是因为这一场比赛彻底改变了红方牛头滚的布局体系。既然说现在红方往前冲兵不合适了，不如踏踏实实选择一步跳正马。黑方此时进炮先手打车，很显然红方的这步车啊就白走了，而人家这步炮可是有用的。红方把车往回一拉，那么黑方向3进5，补后自己的中路。既然说红方已经拉开自己的架势了，所以硬着头皮也得走兵5进1啊。黑方也是很从容，直接往前一撞，那么红方盘马，准备以后中路强行突破。这步炮的作用可就发挥出来了，黑方平了一步中炮。这步中炮太厉害了，它有3个作用。首先补后了自己的中路，而且吊住了红方的中路，以后出车先手捉炮肯定受不了啊，一招3用的好棋。当时红方也是迫于无奈啊，我先把中枢给敲回来再说，如果你要是出车捉我的炮呢，我还一个中炮不就可以了吗？此时黑方进炮是不依不饶，很显然炮是砸不出来的，自己的中路还挨着栓呢，所以红方赶紧还了一个中炮。黑方此时把中炮一敲，现在这步棋啊基本算一个命令棋，这边对着车的，你跑路肯定不行啊，自己的中炮不就白丢了吗？红方一飞，盘面上很显然净少了一个大子儿，所以这么走不行。当棋下到这儿的时候，咱们就可以深刻感知到红方当时的无奈呀。我这肥不溜秋的车没办法，只能跟你把这个破车给对掉。黑方往回一踩，红方赶紧得回狮子吧。当时黑方也是不慌不忙，踏踏实实补了一个士。这步棋什么意思呢？你红方乱走肯定是不行。比如说红方一出车，那么黑方上马，很显然中马受到了栓连，上来就丢子儿肯定受不了啊。所以当时红方是万般无奈，只能选择一步补象，先补后自己的中路。黑方出了一车，那么红方出车，黑方进车齐合。这手棋一走啊太大了，以后准备平中，反而黑方的中路有了攻势，所以说棋形至此，黑方大优无疑。咱们来简单的盘点一下这盘棋，红方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呢？上来拱了2步兵，让黑方白白的给吃掉了，最后兵也没落着啊。好不容易架了一个中炮，最后还得让黑方给轰开，黑方的中炮反而给架住了。本来这个车出来以后起到一个压制的作用，没想到让黑方打了一个先手，车又回来了，而且自己的车最后也没剩下呀，硬着头皮把车给人家对掉了。所以这盘棋红方让黑方牵着鼻子走啊，所以说这盘棋下的简直是太憋屈了。自从那场比赛以后，红方是越想越不对劲啊，我是先手方啊，跟你抡王八拳的机会都没有吗？于是有了以下的布局改进。红方当头炮开车，黑方跳马，红方跳马，黑方出车，红方出车，黑方拱卒活通自己的马路，红方进车过河，黑方跳起自己的屏风马。当时红方一琢磨，我刚才折就折在你这个8路炮身上了，所以这回我才不上你这个恶当呢，所以选择了一步兵7进1，走成了现在急进中兵的布局。黑方平炮对车，红方平车压马，黑方退炮，此时再选择兵5进1。很显然你的炮就不在8路线待着了，你的炮没有任何的防守作用，唯一的作用只能对攻啊。于是红方就有了抡王八拳的机会了。当时黑方选择了一步补士，那么红方继续兵5进1。很显然红方的中路攻势太强烈了，黑方你必须得反击啊。黑方平炮先手打车，
车太大了，只能闪开。黑方继续往前冲了一步卒，那问题可就交给了红方，说我继续兵5进1，准备中路强行突破，到底行不行呢？比如说红方往前一撞，那么黑方呢往前一撞，很显然七路线的攻势太强烈了呀。平兵一将军，那么黑方踏踏实实选择一步补向，你红方的马怎么办呀？硬着头皮也得往上窜呀。黑方平卒很显然是先手拱马，马丢了还拱着中炮呢，自然受不了。比如说红方继续上马，黑方的七路线可就开化了，炮击底向一将军，没办法只能补士，再把炮往外一撕，黑方就有了4子归边的攻势，这个卒还不敢吃啊。比如说现在红方把卒一吃，以后准备上马行不行啊？那么黑方沉车一将军，你落士自己的车当时就丢，还得把车给填回来，那么黑方继续上马，3子归边肯定受不了。通过刚才的变化，咱们就会知道极尽中兵的变化简直是太激烈了，走错一步都不行啊。这就相当于什么呢？自己抡着大锤跟人家玩命去了，结果让人家一铁锹给自己歇趴下了，那哪行啊？所以说现在红方正确的走法是应该先跳一步中马，黑方此时往下一冲，红方可别乱冲啊，就跟刚才一样了。比如说红方现在往前一撞，那么黑方平卒，这边又是拱着中马，又是打着底向，那可就还原了，这么走又输了。那可能会有人说啊，这个布局也太激烈了吧，半边棋都没动呢，直接就发起了攻势，不是你完蛋就是我完蛋呀，这就是极尽中兵的魅力吧。现在红方比较主流的布局呢，就是直接选择一脚上马，曾经黑方比较主流的布局就是退一步马。咱们看看退马到底是啥意思呀？红方此时往前一撞，很显然红方的中路是有攻势的，而你黑方的反击可也不小啊。此时黑方上马先手踩车，说这步退马到底是啥意思呀？最主要的目的呢，是防止你红方平车过来挑我的炮。如果你现在平车的话，那么正中下怀。黑方平炮打车，现在车可就闪不开了，底线可就漏风了。红方怎么办呢？硬着头皮上一脚马，以后有上马卧槽的手段。如果你打我的车，卧槽将军上来可就死棋啊。黑方此时上马，把这个马活生生的气给你吃，待会儿我就能出老将了呀。那红方也是没办法，只能把这个马给吃掉。那么黑方呢一飞，问题还是在红方这里，打着车必须得给人家挪开呀。比如说红方把车闪开，那么黑方炮击底向一将军，这边黑方是4子归边呀，红方痛苦的事情是卧不了槽，所以说当前盘面黑方大优无疑。咱们来介绍一下红方的正招啊，红方多数都会选择把车给拉回来，来策应一下自己的右侧，准备收手了呀。黑方炮击底向一将军，那么红方呢补士，黑方继续往上一踩，以后准备3子归边，红方赶紧平车过来给你把车给对掉。黑方呢此时把车给对掉，那么红方往过一敲，黑方此时再平炮，看看这边有没有攻势呢？那么红方上马，黑方出车，这个盘面是比较常见的，双方还是激烈的对攻啊。所以说极尽中兵这个布局就是如此蓬勃发展起来的。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，希望您给我点一关注，以后您就可以看到后续了，非常感谢您。